2001年4月4日上午10点，全日本吉野家同时挂出了一张海报，一份牛冻只卖250日元。随后闻讯而来的人潮瞬间把吉野家店铺挤爆，销售数据传回，客流、营业额双双暴涨。负责这次促销的高管擦了一擦额头的冷汗，长吁一口气。这场押上了品牌身家性命的豪赌似乎赌赢了，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出问题了，中央配送中心绝望地发现，吉野家所有门店的牛肉消耗速度开始失控，原有的预估备货在狂热的消费者面前不堪一击。东京吉野家总部社长安部修人面色惨白，心中暗骂，他比谁都清楚250日元这个自杀式的价格会把吉野家脆弱的供应链一节一节扯断，但今天他没有退路。大家好，我是胖猫，吉野家、石崎家、松屋，这是日本牛冻御三家的宿命之战，咱们的故事这就开始。2000年，平成萧条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日本这片土地整整10年。优衣库靠着低价在全日本疯狂扩张，麦当劳的汉堡价格也降到了仅需几十日元。所有人的思维惯性是，东西只会越来越便宜，今天你不降没关系，明天总有人会先降。作为打工人的本命食堂，牛冻店也未能幸免。当时的市场格局，吉野家一碗牛冻的价格卖400日元，松屋大概也在390日元附近，石崎家稍稍的再低一些，互相之间差别不大，相安无事。直到瓦切利夫打响了第一枪，他挂出了海报，牛饭290日元，还免费赠送味噌汤，从390日元降到了290日元，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价格直接就瞄准了业界大佬吉野家。那么这个瓦切列夫是谁？吉野家和松屋之间又有什么渊源？这其实背后藏着一笔30年前的旧账。时间回到1966年，年轻的瓦切列夫开了一家中华料理店，取名叫松屋。当时他碰到了一个许多餐饮小老板都会碰到的问题，以为菜单上的菜品越多，钱就能挣得越多。结果呢，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客人少的时候，备菜卖不完，全部变质；客人一多，一个人在灶台上那是忙得要死，吵不过来。最后算一算，这店还是亏的。硬撑了2年后，到1968年，他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讲说，驻地的鱼市场有家店，你可以去看一下，人家只卖一种牛肉饭，生意那是好的来不得了。于是瓦切利夫就骑着摩托车穿过大半个东京，来到了吉野家。进门后，眼前的一番景象令他大为震惊。只见一名鱼贩刚刚坐下来，连手里面的香烟都没有掐灭，热腾腾的饭就端到了面前。瓦切利夫心想，自己的中华料理店每天忙的被几十道菜拖得快要倒闭了，而人家吉野家呢，只靠牛肉、洋葱、米饭就能够让顾客趋之若鹜。这是什么？这就是速度极致的效率。这一刻他明白了。从那天之后，他天天跑去驻地偷师，白天看人家吉野家怎么切肉，晚上回到店里面疯狂的试验酱汁。这引起了当时吉野家老板松田瑞穗的注意。松田瑞穗是吉野家的2代目，野心比他爹松田荣吉那是大了多了去了。此时的他正在筹备吉野家连锁化扩张。松田瑞穗就对瓦切利夫讲，兄弟啊，你也就别折腾了，你天天来，我知道你要干嘛。我们家那是做了几十年的牛冻，这套东西不是你1天2天能学会的。以后我要开1000家店，实在不行你就来跟我干。瓦切利夫听完之后站起身来，深深的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吉野家。他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自己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研究出一碗属于自己的牛饭。潜台词是他觉得牛冻饭又不是啥高科技，老板再小我也要自己做，我怎么可能来给你打工。1968年7月，瓦切利夫在东京都开设了江谷甜店。开业第一天，松屋刻意把招牌产品命名为牛めし牛肉饭，坚决不用吉野家牛冻2字，就是要和吉野家划清区别。30年后，当年那个被打发走的小老板决定先开第一枪，于是才有了咱们节目开头那场吉野家250日元促销的反击。活动结束后，安部修人召集了所有高管复盘，并当众承认这次促销在管理和营运上失败了。吉野家原以为按照平时2.5倍客流做准备就够了，可他们低估了通缩时代里全日本对便宜2字到底能有多疯狂。而此时此刻，还有另外一家石崎家，老板小川贤太郎看着吉野家的混乱，随后宣布石崎家牛冻常规价永久280日元。牛冻3方大战正式打响。挑起战事的松屋2001年半年销售额同比大涨 35.8%， 营业利润暴增 52.7%。 趁乱在全国疯狂新开45家直营店，但安部修人的麻烦还远没有真正到来。
2003年12月24日平安夜，吉野家社长安部修人接到了一通从美国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华盛顿州的牧场疑似发现疯牛病，日本农林水产省立刻决定暂停美国牛肉的进口，原本驶向日本的货船也开始掉头返航。安部挂断电话后，立刻向公司管理层发出通知，所有人明天一早到总部开会。会议室里，安部问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库存还有多少？负责采购的人翻了一番资料，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沉默的答案。按照现在的销售速度，最多只能撑到明年2月份。而在同一时间，另外2家松屋和石岐家也得到了消息，他们迅速做出了调整。松屋有咖喱和定时，即使牛饭暂时不卖了，门店还能继续运营。石岐家决定寻找澳洲牛肉作为替代方案。吉野家的内部会议上，同样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想法。能不能先换一种牛肉？只要味道接近，总比菜单上没有卖要好。但安部降头绝脑的拒绝了。为什么？因为在安部的眼里，只有美国牛肉才能做出吉野家牛冻的味道。1周后，2003年12月30日，吉野家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现有库存用完之后，公司将暂停销售牛冻，直到符合标准的美国牛肉恢复供应。消息一出，所有人都懵逼了。安部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美国牛肉和澳洲牛肉做出来的一碗牛冻能差多少？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安部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是石岐家的老板小川贤太郎。因为20多年前，他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里亲眼看着吉野家破产。那么当初发生了什么？我们把时间再拨回到1978年，当年30岁的小川贤太郎以候补干部的身份进入吉野家本社。这个毕业于东京大学，做过船厂职员，又考取了中小企业诊断士资格的年轻人，刚一进公司就赶上了吉野家最风光的时候。这一年，吉野家门店数突破200家，一路高歌猛进。他记得很清楚，在社内庆祝200店开业的庆功宴上，社长松田瑞穗向所有人雄心勃勃地宣布，他已经把门店开去了美国，只要把驻地店的经营方式复制出去，1000店目标指日可待。这个世界上，牛冻就是吉野家，吉野家就是牛冻。庆功宴结束后，小川回到办公室，翻开了吉野家的账本。这家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67亿日元的公司，手上能动的资金却只有2400万。当时无论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开店的前期费用大多是由总部先垫的，门店开得越快，资金缺口也就越大。还有就是牛肉问题，吉野家一直依赖美国牛的胸腹肉，但在1970年代末，日本还没有开放美国牛肉自由进口，吉野家拿到的配额只够供应大约200家门店。松田瑞穗却还一心想要冲击1000家门店。为了撑住扩张，吉野家开始使用冻干牛肉和粉状汤底。对于一家以单品为主的店，顾客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味道和以前不一样了。销量开始下滑，回款越来越慢。原本规模化扩张的目的是降低成本，现在却反过来压住了吉野家的资金链。小川跑去对松田瑞穗和安部说：“太激进了，这么搞要出问题的。”他甚至提交过一份详尽的供应链重组方案，但他们不幸一意孤行。1年后的1979年，吉野家门店数冲破270家，短短几个月之后，资金链啪的一下就全部断了。1980年7月，公司申请适用会社更生法，负债115.7亿日元。松田瑞穗从此失去了吉野家的经营权。他老爹松田荣吉1899年从大阪要饭跑来东京，在日本桥鱼市场卖牛冻，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起家，现在算是被他彻底给玩废了。接下来公司进入重组，安部决定留下来帮助新老板重振旗鼓，而小川将那份没有被采纳的方案书扔进了碎纸机，带着3名忠心耿耿的部下一起离职。小川和安部2个人在同一场破产案中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安部始终相信吉野家的问题就是在扩张的过程中牺牲了味道，用了预制菜，所以你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这哥们儿碰到疯牛病的时候打死都不换牛肉，他怕牌子再做塌了。小川盯住的是资金和供应链，他相信门店可以继续扩张，但后台必须先跟得上。离开吉野家以后，1982年6月30日，小川在横滨创立善商。同年11月，第一家石岐家在生麦站前开业，他保留了吉野家的标准化牛冻、快速出餐和大众价格，同时开始搭建一套能够支撑低价扩张的后台系统。
总部统一买进原料，中央工厂完成切割、调味和预加工，再按照各家门店的销量统一配送。采购量越大，价格越低，门店需要承担的工序、库存和消耗也随之减少。小川把它叫做 MMD 系统，差不多就跟萨莉亚是一个意思。当年的吉野家是门店冲在前面，最后把后台拖垮了。小川选择先把后台修好，再让石岐家往前冲。1987年，石岐家开始进入郊区公路沿线。到了1993年，直营门店达到了100家。1997年，又靠芝士、泡菜等浇头扩大客群。到了2001年，咱们节目开头，当松屋和吉野家为了降价乱成一团时，小川终于能让这套系统显示出了威力。如今老东家又把牛冻从菜单上给撤了下来。小川心想，安部啊安部，20多年了，你愣是没有半点长进，这脑子里是啥呀？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懂。接着他带着石岐家开始发力。2006年9月18日，吉野家举办了一场大型营销活动，名字起的牛逼哄哄，叫牛冻复活季，覆盖日本国内1000多家门店，总共备下了100万份牛冻。活动从上午11点开始，店门口很快就排起了长队，一直到下午5点，100万份全部售罄。整整950天后，吉野家的牛冻终于回来了。门店的经理们一个个是热泪盈眶，销售报告传回总部，社长安部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这停售的950天里，市场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这些日子里，三家都做了什么？时间回到2004年，吉野家正式停售牛冻的那一天。同年3月，小川通过石岐家的全球采购网络导入澳大利亚牛肉。澳牛以草饲和短期谷饲为主，口感偏深色。石岐家干脆就把早已熟练的浇头路线，用3色芝士和韩式泡菜这类重口味配料，把牛肉的口感差距压下去。2004年9月，石岐家把牛冻的售价还上调到了350日元，反正对面送人头。2004年到2006年，石岐家每年竞争大约100家门店，与吉野家的总门店数差距从最初的384家一路缩小到只剩下27家。松屋那边的门店又是另外一番景象。2004年1月，他们在全国推出了猪肉饭，反正牛肉不好卖，就卖猪肉嘛。到了3月，又迅速改用澳大利亚牛肉。牛饭受到了影响，客人还可以选择咖喱和定时，原有的厨房和菜单照样能够运转。整个危机期间，松屋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在上涨。剩下来就是吉野家，为了填补牛冻留下的空缺，他们也只能陆续推出猪肉冻、咖喱饭等替代产品。但问题是，过去几十年，吉野家的效率优势几乎全部建立在牛冻这单一品类上。现在重写菜单，每增加一种产品，背后都会多出新的原料、设备和库存。原本围绕牛冻设计的高效操作线开始变得复杂，高峰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手才能做完以往相同的工作。到了2007年底、2008年初的时候，小川的石岐家国内门店数历史性的超越了吉野家，正式坐上了日本牛冻第一的位置。吉野家赢回了招牌产品，却没有赢得市场。安部秀人当然不会认输，关键的牛冻回来了，好戏还在后面。2010年4月，停火多年的牛冻价格战被重新点燃，这一次是吉野家率先挑起的，御三家再战。他们将牛冻限时降价到270日元，直接比石岐家的常规价280日元还低出10日元，意图很明显，以最原始的价差强行夺回客流。紧接着同年6月，松屋贴身跟进，在短短8天内把牛饭从320日元一路砸到了250日元。石岐家一看，哟，谁怕谁呀，同样也跟进到了250日元。三家同时向下冲锋，第二轮价格战进入了最惨烈的肉搏阶段。促销结束，各方战报很快传回，石岐家和松屋在本轮价格战业绩都同步增长，而挑起战事的吉野家反而同时丢掉了业绩和客流。这是为什么呀？原因在于结构，吉野家在280日元的价格带上没有石岐家的供应链成本优势，同样也没有松屋定时业务的利润缓冲。对于松屋来说，牛冻促销就相当于引流款，人家还能卖咖喱饭。可吉野家不同，他每卖出一碗低价牛冻，伤口流出的血就比对手更多。短期促销一结束，顾客会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这么一来，没有办法了。2013年，吉野家掌舵人安部秀人做出决定，将吉野家牛冻常规价格正式下调到280日元，这等于是往死里搞。从这一刻起，三家公司就比一件事，在同一个价格下看谁先死。这个时期，日本国内通货膨胀开始抬头，牛肉、大米、能源、物流成本全线上涨，三家公司耗在那边，利润一天比一天薄。在这样的背景下，石岐家为了提高客单价，又出了一招。
他们在门店里上新了比牛洞制作复杂的锅类定时，17家的人力排班早就压到了极限。现在单人大夜班变成了常态，一个人要同时接单、备餐、收银、清洁和补货。锅类定时加入菜单之后，单人大夜的强度直接就超标了。2014年8月，一名17家女员工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深夜单人值班接近崩溃的视频，这引发了舆论发酵，事件升级成了全国性的劳动议题。随后，员工加速离职，招募无人应征，门店之间也调不出人手。这场从一线烧起来的人力危机，最终反映到了财务上。2015年3月，汕商集团营业利润同比下滑 69.3%， 全年净亏损111亿日元，数百家门店因为缺人被迫停业或者是取消深夜营业。当年小川离开吉野家，是因为他看见了老东家的供应链已经失控。30多年后，他对供应链近乎残酷的压榨却一路延伸到了门店里的每一个人。他用自己的答案击败了吉野家，现在也轮到了他为这套答案付出代价。17家的人力危机终于让整个行业看清了一件事：所有成本一起上涨，再这么压下去，先撑不住的就是门店里的人。2014年以后，御三家开始陆续提高售价，节假日促销和限时降价依然存在，但2001年和2010年那种拖着整个行业一起降价的全面价格战逐渐成为了历史。如果还想继续拉开差距，他们只能把各自在日本练出来的经营模式带到海外。吉野家1992年进入中国大陆，17家2008年在上海开出了第一家海外门店，松屋则在2009年进入上海。战场变了，打法却没有变。真正让日本牛洞战争再次上演的地方是台湾。2014年17家进入台湾的时候，吉野家已经在这里提前布局了20多年，拥有了数十家门店。按照当时的差距，后来者很难改变市场格局。可短短几年后，台湾市场的座次开始逆转，17家的门店数量反过来又一次超过了吉野家。2018年，松屋也正式进入了台湾，御三家再次站到了同一个市场里。只是这一次，三家还需要面对便利店、便当店、卤肉饭、火锅以及台湾高度成熟的本地餐饮体系。想靠一碗低价牛洞横扫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回头再看这场持续了多年的战争，瓦契利夫相信一家店必须拥有足够丰富的菜单，才能够抵御风险。所以松屋靠牛肉饭、定时和咖喱去穿过了危机。安部修人相信吉野家的灵魂永远是一碗牛洞，被破产搞怕了，所以他宁愿停售950天，也不愿意轻易改变那一口味道。小川贤太郎相信，真正决定一家企业生死的是门店背后那套看不见的供应链系统，所以他最终建立起日本规模最大的牛洞连锁店。3种经营方式都曾经帮助他们赢得市场，也都在时代的变化中暴露出了自己的边界问题。我是胖猫堂主，谢谢大家。